我的妈！今天我们要盘的这部片，堪称2024开年巨献，主打一个逻辑是什么？能吃吗？看完之后，我的头快要裂开了，强烈建议将其纳入精神内耗教学案例。故事开场，一位一看就是豪门老爷子的老头在医院溜达，碰上了一个小女孩糖宝。这老爷子也是绝了，看见人家小孩哭，立马圣母心泛滥，说这孩子长得像他大儿子。不是，爷爷，您这认亲戚的方式是不是有点过于草率了？紧接着，糖宝一脸委屈，说奶奶叫他小怪物，爹妈都不要他。好家伙，开局就是美强惨剧本，我哭死！就在这煽情氛围烘托到位的时刻，老爷子突然心脏病发作，咚一下就倒了。你看，我就说没事，别乱煽情，容易把自己给emo进去。就在宝宝手忙脚乱要叫医生的时候，逆天的一幕发生了。小女孩糖宝扑上去，奶声奶气地说了一句不能让爷爷死，然后用她的小手一摸，我特么也惊呆了，老爷子直接满血复活，心电图拉得比我上辈子心率都直，这啥子情况？你觉得我信吗？这小手是接了充电宝还是咋地？就在我绷不住了的时候，画面一转，俩穿着古装疑似地府基层员工的哥们儿出现了，他们告诉我这小女孩可不是一般人，她是他们找了5年的小主子严君殿下的亲外孙女，拥有修改生死簿、逆天改命的超能力。我直接一个好家伙，这不就是行走的复活甲加人形外挂吗？这设定也太歪歪网文了。镜头回到人间，满血复活的老爷子，脑回路也是相当清奇。他不想着这是医学奇迹，而是瞬间 get 到了重点。这孩子的血能治病，他立马安排人去查这孩子的住处，嘴上说着欠他一条命，心里想的怕不是移动血库找到了。而这边我们终于见到了糖宝的霸总爹顾衍生，5年了，他还在为失踪的白月光老婆桑之一谋，化身工作狂麻痹自己。他妈也就是豪门老太太，天天在家里求神拜佛，就想要个孙女。他还疯狂吐槽自己生了4个逆子，老大是下头男工作狂，老二伤了腿玩自闭，老三在娱乐圈当18线胡咖，老四守着个破酒吧混日子。我的妈，这老太太才是真正的互联网嘴替，吐槽的精准又犀利。另一边，糖宝的日子可就惨啦，他被一对奇葩爷奶收养，但这俩人根本不是做慈善，而是把他当成了自家病弱孙子的经验宝宝，天天抽他的血。我寻思这哪是收养啊，这不整个一血包奴隶制吗？地府那俩员工也看不下去了，暴躁老哥想直接下去开大，理智老哥拦着他说不能违反天道法则，否则会连累严君和小主子。于是他俩想了个馊主意，给孩子他爹托梦。结果呢，理智哥刚入梦就被弹了出来，致命空大。原来糖宝早就无意识的给亲爹加了个护心咒，自带反假爹 buff， 任何法术都别想近身。计划失败，这俩哥们只能换个思路。暴躁老哥直接现身，告诉糖宝他爹是顾衍生，是这个世界上最牛最有钱的人。于是我们的小主子糖宝就踏上了千里寻爹之路。他来到顾氏集团，结果被前台小姐姐当成了想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坏小孩，直接叫保安给轰了出去。小伙伴们可以把心疼糖宝打在弹幕上。更惨的是，他刚出大门就被他那个恶毒奶奶逮个正着，一路拖拽回家。而此时霸总爹也从秘书那听说了这事，调出监控一看，虽然画面卡得像2只网，但他还是精准捕捉到了女儿手臂上那个和他老婆同款的彼岸花胎记。他瞬间悟了，疯了一样下令全城搜索。家里这边讨债的混混找上门，要抓糖宝去卖掉抵债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糖宝再次开大，对着混混头子就是一句你快死啦。下一秒那大哥就真的口吐白沫，当场去世。这言出法随的能力简直是嘴强王者，剩下的混混吓得屁滚尿流，而那对奇葩爷奶更是被吓破了胆，认定糖宝就是个怪物，转手就把他卖给了一个神秘的研究院。我的妈，这剧情真是离谱，他妈给离谱开门，离谱到家了。豪门全家出动找孙女，结果孙女已经被打包送进了731精神续作研究所。一个白大褂变态登场了，他早就知道糖宝他妈有治愈能力，现在更是对着被麻醉的糖宝流口水，说只要吃了他的心就能长生不老。就在他掏出手术刀准备上演一出深挖心脏的骇人戏码时，大门的一声被踹开，我们的霸总爹带着爷爷终于在最后一秒赶到，那气场那阵仗简直就是龙王归位， BGM 都响起来了。他看着眼前的场景，眼神瞬间变得冰冷，一场恶战一触即发。